准备好了吗？妈，有没有记住我说过的话？争取同情是唯一的胜算。眼泪是你最后的武器，关键时候想想你的儿子。只要是为了彤彤，别说是让我哭，就算是让我下油锅，我也愿意。你终于开窍了，只要你装柔弱，他们一定会同情你，肯定会加分。一会儿上庭千万要记住，你的任务就是扮柔弱，哭得越厉害越好，给他们来一个水漫金山。如果你能咬定当初发生关系，主要责任在于厉仲谋，那么同情分会加倍。当然，说不说在你。哎，现在这个时候要放松一下。走。厉总，只要您肯把证据拿出来，对吴桐绝对是致命一击，省去很多麻烦。您的目的不就是要打赢这场官司吗？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哎呀，厉总啊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结案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，拖下去对咱们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法官是女的，很可能会偏向女性，不会同情您的。李总，我知道您不愿意用这个手段，但是向俊这个人不得不防。我刚才看到他的状态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而且你也知道他对您是什么态度。还有，他就没有败诉的记录。以向俊的性格，他一定会有备而来。厉总，这个时候最不能有的就是妇人之仁。请厉总放心。你是否完全没有能力照顾孩子？不是，我每隔几天就会把彤彤接回家，只是我当时情绪不太稳定，所以每次在一起的时间不敢太长。后来呢？彤彤是个早产儿，她比一般的孩子发育的要晚，体质也不是很好，比较容易生病。我还记得那次，我第一次看到她从婴儿床上爬起来，她看着我笑，我就觉得我有愧于她，我没有给她一个好的生活。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他，可是我每次抱着他的时候，他都会对着我笑。有朋友问我，
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？甚至我的父母也不理解我。可是只有彤彤，他没有放弃我，他一直鼓励我坚强地走下去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他特别想抱我，可是我还没有跑过去的时候，他就从婴儿床上翻了下来。我看到他掉到地上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心都快停止跳动了。我当时不顾一切，我抱着他就去医院。我在急诊室里，我跪在地上，我求老天爷能把这个孩子救活，能把这个孩子还给我。只要孩子回到我的身边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一定会用尽我的全力去照顾我的孩子，我让他健康的成长起来。也许真的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祈祷，这个孩子他很快就康复了。从那一刻我就很明白，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，只有这个孩子，他是我的全部，只有他才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这4年来，我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个孩子，我很努力的工作，我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对他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不要让这个孩子离开我，我求求你们了。吴小姐，我可以继续提问吗？可以。当初你怀孕的时候，你大学还没有毕业，为什么你想要生这个孩子？未婚妈妈承受的压力也太大了吧？你和厉仲谋当初的关系，他有过什么明确的表示吗？有，他有表示过。怎么表示的？他让我忘了那一晚。肃静！你是说，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负责任，是吗？是的。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，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父爱的私生子，请问，他如何去照顾一个原本不想要的孩子？